知道的小伙伴可能知道啊，虽然现在好多东西都叫 VR 设备，但是这里头的区别还真不小。从10块钱就能买到的纸盒子，到动不动就卖上万块的头盔加动捕套装，都能被叫做 VR。今天我们拿来玩的就是这里头的销量最高、生态最完整的一个类别 VR 一体机的新产品 Meta Quest 3。这个 Quest 3它是 VR 一体机的一种，和需要连线的 VR 头盔不一样，这里面不仅有显示器，还有处理器，这样就可以单独使用了。10年前 VR 头盔刚发展的那会儿啊，其实是要插在电脑上面才能用的。好处呢是依托于电脑运行，性能可以很强，但是缺点就是需要连一根线。不过在以前，便携性这玩意儿就是个伪命题，因为玩 VR 的时候通常是完全看不见周围有什么的，走路都走不好，谁会把这玩意儿带出家门呢？不过这次Quest 3实现了一个以前所有机器都没能做好的玩意儿 ，MR 混合现实。相比于 VR 虚拟现实 ，MR 多了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和现实交互。为了给大伙们解释清楚什么是 MR， 官方这里面还内置了一个小游戏，叫做第一次相遇。还要先扫描我的空间，它的扫描就非常简单，它只要看一下我的周围，天花板、地板 ，OK。等一下，我的天花板裂开了，一个小 UFO。好酷！有个在敲门的小生物，它躲进沙发底下去了。完了，我家里面没有一块好墙了，已经。你看这些小玩偶，他们一直在我的这个沙发上面蹭来蹭去的啊！还有几个没有上传的，嘟嘟咚，掉个盖子。那这个效果确实很炫酷啊！它是怎么实现的呢？这里就要说到这次 Quest 3最重要的新功能——空间定位。说起来这个比较抽象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手里的这个主菜单。比如说我现在把它放到我的屏幕上，它就在这个屏幕上了。你看我再转头走2圈，回来它还是在这个地方，它是知道自己空间上面是在哪里的。你看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上面，放在尼莫的头上。然后我现在走了，拜拜。你看它还在那儿，还在那儿，还在尼莫的头上。我没上去哦。也就是说，当我带上这个Quest 3的时候，它是知道这个菜单在我房间的这个位置的，并不会因为我走来走去它就变了，而且哪怕我猛摇头，它也不会有任何抖动之类的，效果就很好。除了定位很稳之外，最重要的还需要和现实世界交互。那如果我们给增加的物体来点物理引擎呢？这个 APP 呢，它是一个测试版，但是里面有很多的模型，你都可以把它拿出来看一看。拿出来以后，它地上会弹，你看到没？这个是有遮挡关系。你看刚刚我这个球滚到后面去了，我得要探到桌子后面我才能看到它。我现在拿一个像素大西瓜，框非常的敦实，看咚。那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哇，你就很明显发现它们两个之间的物理引擎不太一样呢。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激素生长。好恐怖，好大的西瓜！你不要过来啊！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宇航员。这个小宇航员它是失重的。要是我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小玩具该多好。这骰子它在地上的时候，我都老是怕被它硌到脚，我都会把它绕开，就有种它很侵入生活的感觉。你看这样推还能推得动，如果很大力的弹，它就会飞得很远。哇，太有意思了！这个之所以能实现这种让虚拟和现实结合的效果，是因为 Meta 做了一个系统底层的地形扫描工具。还记得我们之前玩游戏的时候扫描地形的那个画面吗？这个地形数据是保存在系统里的，其他 App 只需要调用这些信息，就能轻松的实现 MR 的效果。有了这个地形信息，再加上深度传感器的硬件和物理引擎的软件，它就能理解空间的位置关系，知道谁在前面，谁在后面。所以你看我们开头玩的那个小游戏，玩起来感觉其实和真实世界已经没有区别了。我的评价是，这个Quest 3比我家的 Meta 还能扫描建图。这个应用呢，它就可以在你身边摆一些人物。这个是一个开发版，所以说它里面的东西不是很多。那刚刚我们不是在那里面设置了这些家具的那个形状嘛？然后这个应用就可以读取这个地形。我们把这个人叫出来之后，他就会在我家里面走来走去。一个等身大，欢迎来参观我的家。哎呀，长得真别致。来看我的健身环，你是不是想玩？没关系的，不用跟我客气，玩就好了。他现在又想去沙发上面坐一会儿了。你看，让他去坐沙发，他不坐吧？敬酒不吃吃罚酒。
了做出这个实时建模、捕捉地形信息的效果，这次的快3直接上了2颗彩色摄像头。戴上之后，这2个摄像头不仅可以模拟人的双眼，而且它们中间还有一个深度传感器，这样子我们屏幕里面能看到的2D 画面才能有3D 的效果。除了摄像头，这次的头显内部用上了一种叫煎饼的光学结构，简单来说就是缩小了头显的体积，所以它的上一代长这么大。这一次就显得很薄了，不过因为结构复杂，它的重量是一点儿也没减轻啊！1斤的玩意儿戴在头上，多少是有点锻炼脑力了。很多戴眼镜的小伙伴都觉得自己用不了这种头戴设备，不过这个倒是可以不用担心，因为这个面罩里面的空间还是挺大的，正常尺寸的眼镜可以直接戴着塞进去。要是镜框实在是太大的话，网上也有卖这种磁吸的镜片，买一个吧在上面就可以了。这一次的快3分辨率提高了不少，也减轻了那种在洞洞里面看视频的效果，可以说是目前显示效果最好的头显之一了。而且它还是第一个用上第2代骁龙 XR2 处理器的，理论性能提升了不少。虽然和 PC 串流渲染没有办法比，但是本地运行游戏和模拟软件也能更流畅。说起游戏，其实现在发展了这么多年 ，VR 游戏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甚至说现在的头戴一体机里95%的内容还是 VR 内容。大致来说，有几种不同的内容，一种是多平台内容，这个头显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应用商店的，你点进去戳一下就能直接下载来玩。比如说节奏光剑，这个应该是少数几个火出圈的 VR 游戏了，玩起来简直就是赛博健身环。而且这个游戏一直都在持续更新，许包每隔几个月就有一个。不过这个游戏在一体机里面好像还是快速独占的，所以还有一种办法就是 PC 串流。Steam 里面有一个 VR 专区，这里面所有的游戏都能通过有线或者是无线的方式串流到头显里面玩。比如这个剑与魔法，这个游戏我还是挺熟悉的 ，VR 刚出的时候我就在玩。它可以直接把你手里的手柄当成武器来看人，这个体验还是挺独特的。毕竟拿游戏手柄按按键玩，那也太没有代入感了。甚至你可以在这里当一次叶问仙人。而且假如你喜欢折腾的话，其实现在还有不少民间大神魔改的 PC 游戏 VR mod， 找起来很费劲儿，但有的甚至比官方做的效果还好。比如神力科莎这种赛车游戏，搭配一个方向盘，你就可以真的像开车一样，伸着脑袋左看右看，这风景这么多。也可以玩《艾尔登法环》这种游戏，用第一人称感受老贼的恶意，属于是把 RPG 游戏玩成恐怖游戏了。拿到快3这几天，不管是 MR 的游戏还是原来 VR 的游戏，我都又玩了一遍。不得不说啊，这个体验提升是真的很大。有的小伙伴就要问了，那是不是这个玩意儿不买都不行了呢？其实真不是，哪怕升级的这么多，价格也没贵多少，但是 VR 头显这玩意儿它还是小众需求，因为它呀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用。首先啊，别看我这个玩的那么开心，但是背后折腾的时候那是真的很痛苦。1年前我们就吐槽过，这个中文系统打不了中文，这只能说汉化了，但也没完全汉化。而且因为不管是激活啊，还是账号登录啊，还是逛个商店啊，还是各个 app 的服务器啊，用的都是国外的，所以绝大多数的应用在国内都是没有办法直接用的，就很麻烦。不过好在它也能和 PC 连接，去玩 Steam 上的 VR 游戏，这个思路一点毛病都没有。游戏才是生产力，但问题在于，虽然 VR 游戏的体验很新奇，但是对于开发者而言，较低的用户量和较高的开发难度都是很劝退的问题。哪怕是游戏大厂，也很少有愿意在这个领域持续发力的，就连移植都懒得，更别说做新游戏了。所以说我拿到手里第一天玩的游戏，居然还是3、4年前的节奏光剑和半条命艾利克斯。发展了10年的 VR， 现在还是很不成熟。基于 VR 的 MR 只能说是未来可期了。不过，假如你特别想在今天玩一下 VR 游戏，体验一下 MR 这种外形科技的话，今天的 Meta 快3可能是你能买到的性价比最高的一体式头显了。它的 VR 功能很好用，硬件性能也足够强大 ，MR 更是打破了次元壁，让虚拟的世界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在今天的一众 VR 设备里面，快3可能是目前性价比非常不错的选择之一。但假如你之前有买过 VR 设备，对 MR 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话，那我觉得也不着急的更新换代，等过一段时间应用丰富了，价格打折了，再来尝尝鲜也不错。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记得给我点个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